Hello， 大家好。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最新分析显示，4月份加拿大房产市场明显放缓，新上市房源开始增加，这有助于缓解紧张的库存。皇家银行认为，虽然4月份加拿大的房屋销量仍然很高，但是增长却被严重夸大了，因为加拿大房产市场4月份的数据不太好看，这导致很多地区的房地产经纪协会开始玩文字游戏。他们发布的统计数据大多都显示，4月份的销量与去年同比大幅增加。其中，魁省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报告中说，4月份在蒙特利尔地区的房屋销量创造了新纪录。2021年4月房地产交易量再次刷新了过去6年中的最高纪录，销售数量急剧上升。蒙特利尔4月份出售了6237套房屋，远高于去年4月份的1882套。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，同比增长没有任何意义。比如，尽管蒙特利尔4月份的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74.4%， 但仍低于今年3月份的销量。这是因为1年前疫情导致加拿大房产市场严重收缩，魁省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就停止了非必要服务。今年4月份，从表面上来看，加拿大最大的市场中，房屋转售和新挂牌交易飙升 140% 至 462%， 但房地产经纪协会片面地夸大了这些数字。实际上，从月度的走势数据来看，大部分房地产市场都出现了放缓迹象。在温哥华、多伦多、渥太华，房屋转售市场明显放缓。蒙特利尔在疯狂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目前正处于停滞状态。只有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的房产交易量仍然非常活跃。尽管阿尔伯塔省的第3波疫情很严重，但上个月房产市场仍然呈上升趋势，在主要的市场都继续对卖家有利，库存总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，买家的选择仍然不多，这引发了广泛的竞价战。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这份报告还认为，虽然独栋住宅市场持续火爆，但近几个月来共管公寓的价格已经出现上涨，他们预计这一趋势将会继续下去。将来无论在大市场还是在小市场，独栋住宅的可承受性将急剧恶化，这会促使更多的买家转向购买共管公寓。多伦多地区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数据还算老实，他们的报告说，今年3月至4月房屋转售量下降了近 20%， 而且供应量显著增加。4月份新上市房源挂牌数量同比大增 237%， 大温哥华地区4月份的销量比3月份下降了 14%， 目前挂牌出售的房屋数量为10245套，比3月份的9145套增长了 12%。 加拿大2个最大的房产市场已经开始放缓，就业市场影响着未来房产市场的趋势。4月份加拿大数十万人失业，这使人们对加拿大经济能否持续复苏产生疑虑。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，4月份共失去了207100个工作岗位，远高于专家预测的15万人，并且大大削弱了3月份新增30万个工作的积极影响。失业率从1个月前的 7.5% 上升至 8.1%。失业率上升导致购买力下降，这对加拿大当前的经济复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。加拿大目前的经济复苏主要依赖于房地产市场。富达投资在最近的一份分析报告中说，住宅市场占加拿大 GDP 的 9%，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比例。这个报告还认为，房产市场正在以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成为 GDP 的主要因素。希腊、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大金融危机前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。事实将会证明，这是导致严重衰退的史诗般的房地产泡沫。移民数量也影响着未来房产市场的走势。2020年，加拿大只接收了184370名新移民。为了提高效率，加拿大准备斥资4.3亿加元打造新的平台，加快处理移民申请。政府说，新平台会在2023年启动。上周四，9万新移民项目名额开抢，当天下午，留学生类别就收到了21568个申请，超过4万名名额的一半。另外2类却非常冷淡。必要行业类别有2600人申请，医护类别当天仅收到了322个申请。数据显示，2020年国际留学生的数量比2019年减少了65000人，2021年可能会进一步减少。现在加拿大的疫情仍然不容乐观，加拿大放宽旅行限制仍遥遥无期。尽管移民局已经改变策略，
将目前居住在加拿大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作为重点目标。但今年40万1千名新移民的任务仍然很难实现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